这2天啊，阿富汗的局势可以说是相当魔幻。当年美军撤离越南的一幕幕，如今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再度上演。由于有太多和美军有联系的阿富汗当地人想要撤离首都喀布尔，此次负责撤离美国在阿富汗人员的一架 C-17 运输机，居然硬生生地在货舱里挤进去了号称800人，并且成功飞走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这2天啊，阿富汗的局势可以说是相当魔幻。当年美军撤离越南的一幕幕，如今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再度上演，甚至比当年还要夸张。我们这也算是见证了历史时刻。而这2天有一个画面，那是相当的震撼人心。由于有太多和美军有联系的阿富汗当地人想要撤离首都喀布尔，此次负责撤离美国在阿富汗人员的一架 C-17 运输机，居然硬生生地在货舱里挤进去了号称800人，并且成功飞走。而 C-17 运输机在运人模式下，根据美国军方公布的数据来看，也只是能够搭载100出头的美军士兵，而在加装座椅之后，也是只能搭载150名左右的美军士兵。而这一次根据美国空军官方的说法，尽管实际数字没有800人这么多，但是在统计了下飞机的人数之后，也是有640人，足足超载了4倍还要多。很多人都是头一回知道，原来运输机装人竟然能够这么夸张。其实啊，这一点都不奇怪。要知道 C-17 大型运输机的最大载货能力高达77吨，其设计指标是要能够塞进一辆美军的 M1A2 主战坦克进行运输。当然了，真要满载的话， C-17 运输机就得少装燃油，航程方面可就要从7800公里缩减到3000多公里了。而运人的话，不说640人了，哪怕真的塞进去800人，问题也不大。假设我们算人均80公斤，80人也就是64吨而已。再加上些行李什么的， C-17 同样也能运，只要能塞进去就行。而类似的事情 C-17 运输机以前也不是没干过。早在2013年的时候，菲律宾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，一架 C-17 为了运送人员就搭载了670人，比这一次还要多。当然了，这么多人的话，大家也就别讲究空间和舒适度或者安全性了。从这一次公开的视频和图片，大家也能看到，在货舱里的阿富汗人都是人挤人，甚至连后舱门都坐满了人，几乎没留下一点空间。而8年前菲律宾那一次超载，搭乘运输机的灾民也是仅仅只靠着一根安全绳来固定自己，只能是应急之用。在运输士兵的时候，当然就不能这么干了。运输士兵人这么少，一方面是士兵本身要参加战斗，会随身携带相当多的单兵装备，本身占空间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，军用运输机的飞行过程可没有民用客机那么四平八稳，尤其在战争状态下，为了躲避地面防空火力，还会做出一些躲避动作，到时候在货舱里滚来滚去可就不好了。还有一点则是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假如说一架运输机里搭乘的士兵太多，这万一要是被击落了，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。实际上，哪怕是民用客机，真要超载起来，那也是很恐怖的。30年前，以色列在埃塞俄比亚执行所罗门行动，撤离当地的犹太人的时候，就征用了波音747客机，而其中有一架波音747，据说一次性的塞进了超过1000人。而波音747的正常载客数量，不同型号之间在360到416人之间，比 C-17 还能装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747这款客机起飞重量更大的缘故。当然了，也有老铁忍不住就想到了我们自家的运20大型运输机。C-17这么能装，那么我国的运20行不行呢？ C-17可以，运20当然也是没问题的。这2款运输机的最大起飞重量都在一个级别， C-17稍微大一点，运20在没有换发动机之前，最大载重在60吨左右，装着600多号人，问题也不大。更换涡扇20之后，其载重能力还会提升一大截。
和 C-17 运输机就差不太多了。C-17能办到的事情，运20当然也是没问题的。实际上，此前缅甸出问题的时候，我军就曾经设想过动用运20大型运输机来撤回在缅甸的侨胞们。不过后来缅甸局势慢慢也平稳下来了，这一计划呢也就作罢。运输机运人也只是临时应急之举，军用运输机本身并不会像民用客机那样过多考虑舒适性，再加上运人只是兼职，这乘坐起来可并不舒服，要是再飞个长途，那可就受老鼻子罪了。当然，对于这一次撤离的阿富汗人来说，能上飞机就算不错了，总比半空掉下来或者尸体挂在 C-17 起落架整流罩上好，不是？